拥有1500个女朋友是种怎样的体验？2020年83岁的西班牙老国王胡安·卡洛斯被抱养了1500名情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就算每天只翻一个牌子，也能连翻4年不带重样。由于这个事件严重影响到了皇家颜面，现任国王菲利佩只能狠心，给老爹注射激素阻断剂，简称化学阉割，然后把他给踢出王室流放了。年近耄耋的老国王当场社死。这里是科学之眼，本期给大家介绍国际著名海王练习班及天下狗血大戏之大成的欧洲最穷王室——西班牙波旁王朝。西班牙王室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王室之一，其统治时长仅次于日本的菊花王朝。关于这个古老王室的狗血大戏，最先爆料的是一个西班牙退休高官，他写了本书，叫《胡安·卡洛斯国王的5000个情妇》。书中讲到，胡安在大学期间的情人数量是1029个。1976年至1994年是胡安的激情时期，至少跟2154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就算到了70岁，他也能同时保持与191个美女约会，妥妥的殿堂级时间管理教父。由于5000这个数字实在太过离谱，最后西班牙媒体给出了一个保守数字1500。另外一名女记者爆料，胡安老国王甚至还曾追求过英国的戴安娜王妃，趁人家在西班牙度假之际百般献殷勤，持续散发男人魅力，吓得戴安娜连夜逃回英国。胡安的几千名情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小他16岁的性感美女克琳娜。这女的可不简单，她是个出生在德国的丹麦人，早年嫁了英国富豪，后来又嫁给一位有王子头衔的德国伯爵，最后又跟胡安牵扯不清，被称为西班牙的地下王后。这还不是她最牛的地方，克琳娜之所以能在胡安的女人堆里脱颖而出，因为她不仅仅只是个情人，还可以说是老国王的助理，能直接干涉西班牙政治。他曾帮西班牙拉过投资，帮胡安写过外交发言词，还跟着西班牙王室一同访问过沙特。据说西班牙情报机构早已把他当成秘密武器，经常拜托他利用美色去其他国家执行一些不可描述的任务。对此克琳娜没有否认，只是在采访中淡定表示，我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太多。克琳娜跟胡安的感情非常好，据说胡安经常给她打电话，最多的时候是每天10次，两人腻歪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在2012年翻车了。当时的西班牙陷入经济危机，身为国王的胡安表示自己愁到夜不能寐，然后转头就跟克琳娜跑非洲旅游去了。他们这个旅游团也是有点说法，成员分别是克琳娜的前夫、克琳娜跟前夫生的儿子，以及克琳娜的现任男人。普通人要把这么一群人凑一桌， CPU 都得干废，但人克琳娜不仅可以，还能让每个人都玩得尽兴。胡安更是开心到摔伤了臀部，中途不得不回国做手术。消息传到西班牙国内，国民们气到直冒烟。我们在这里节衣缩食扛胃气，一国之君居然带着情人满世界去浪，国民对老国王越来越看不惯。于是乎，胡安放荡的私生活随之被挖了个底，朝天什么跟这个女演员约会，跟那个贵妇睡觉之类的，传言满天飞。更恐怖的是，还窜出来不少私生子表示要认爹。中一对男女更是直接逼宫，说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王室成员，不信的可以滴血验亲。闹到这地步，胡安不得不出来道歉，但国民们不买账。最终胡安在2014年主动退位，把儿子费利佩推出来收拾烂摊子。谁知辞职之后，风波不仅没能平息，反而继续扩大了，因为他跟克琳娜闹翻了。两人闹掰的原因也是离谱至极。之后的胡安估计是缺钱花，就不断找老情人克琳娜要钱。这克琳娜是什么人呐？要我的情可以，要我的钱不行。于是克琳娜就公然在媒体面前卖惨，说胡安本来答应她要跟王后离婚，然后娶她，结果不仅没有兑现诺言，反而在分手后跟她要钱，说要把恋爱期间收到的礼物全退回来。这胡安本就一身破事缠身，再这么一脚直接火上浇油。于是他开始了反击，甚至还动用了一些不正当手段，什么请间谍入侵克琳娜的手机啊，给人家发威胁信啊，甚至还用戴安娜王妃的例子来恐吓克琳娜。咱都知道英国的戴安娜王妃是出车祸死的，胡安就暗戳戳提醒克琳娜说，摩纳哥和法国之间有很多地下通道哦。作为曾经的情人兼助理兼秘书兼公关，克琳娜手里不知握有胡安多少把柄和黑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克琳娜直接选择了一招自爆，伤敌1000自损800。她不仅把自己跟胡安那些破事全给抖了出来，还爆出了西班牙特勤局给老国王注射大量雌性激素，现在胡安已经不能跟女人在一起了。这种惊世骇俗的大瓜，关键这话还得到一名法国医生的证实。
实锤之下，西班牙全国人民都惊呆了。安抚民心，现任国王菲利佩只好安排调查。这一查，差点把菲利佩吓晕过去。自己的混蛋老爹，居然前后给克琳娜打了650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足足4个多亿。要知道，西班牙王室可一直有着欧洲最穷王室之称，王室成员受政府供养，国王每年的收入只有24.2万欧元，还不足英国王室的1%。这笔巨额财产到底哪来的？还得继续往下查。很快，特勤局就查出，老国王胡安这些来路不明的钱，都是受贿而来。沙特给的最多足足给了他1亿美金。沙特真不愧是狗大户，这下子胡安彻底颜面扫地。他当了近40年国王，年轻时备受爱戴，晚年却被扒得底裤都不剩。2020年，胡安给菲利佩留下一封公开信：儿子，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国家就交给你了。菲利佩欲哭无泪，一边给溜之大吉的老爹收拾烂摊子，一边发声明说要跟老国王划清界限，老爹的财产他一分不要。好说歹说，终于让暴躁的西班牙国民暂时安静了。虽然胡安的下场听起来好像很惨，但实际他很潇洒，流亡在外，依旧花着国家的钱，带着一堆人到处旅游，期间还住过阿联酋的7星级总统套房，日子过得可滋润了。要说这堆破事最大的受害者，还得是胡安的结发妻子索菲亚太后。索菲亚在结婚前是24K 真金公主，出生于希腊王室，遇上这么一个奇葩老公，直接活成媒体口中的西班牙最孤独的女人。索菲亚嫁给胡安时，胡安还只是个空壳王子，说实权能不能继承王位都不知道。当时西班牙君主制被短暂推翻，实际掌权的是著名独裁者弗朗哥。弗朗哥为表自己正统的地位，就软禁了胡安，让他当个傀儡玩玩。这期间，胡安活的那叫一个憋屈，什么都要被人监视，打电话也要被录音。唯一值得开心的事，就是泡到一个大美女，希腊公主索菲亚。索菲亚被胡安那张帅脸迷得神魂颠倒，他不顾家人反对，也没让胡安求婚，直接就跟人把婚给结了。他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把名字也改成西班牙语，妥妥的恋爱脑。1975年，苟了30多年的胡安，终于把弗朗哥给熬死了。巧的是，弗朗哥的接班人也被暗杀，胡安顺理成章白嫖了一个王位。上任后的胡安，因为在政治改革上有过一些出色表现，甚至还一度被西班牙人民称之为神人。一旦有了权力，就忍不住飘。婚后没多久，胡安就展现出海王本色，天天夜不归宿。据王后的孤独一书记载，索菲亚曾亲眼撞见过胡安跟女演员的好。婚后第14年，夫妻2人就开始分房睡，但索菲亚出于对孩子的怜爱，以及身为王室成员的责任感，硬是忍着没离婚。知情者纷纷表示，王后很可悲，她是西班牙最孤独的女人。老一辈如此不靠谱，中青2代新成员玩得更花，简直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西班牙的王室有多离谱？老国王因1500名情人的丑闻，直接被儿子化学阉割，其他成员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小王子这个精神病2公主，疯狂贪污被王室除名，现任王后的黑料直接装满600公斤的保险箱，全家老中青3代没一个省油的灯，统治了西班牙几个世纪的波旁王朝，究竟是如何把自己做到摇摇欲坠的？老国王胡安的大外孙叫弗罗兰，这家伙有多狂呢？他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游乐园插队，被一位中国男孩劝阻，然后他直接当场狂喷中国人，说自己是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有本事你来干我啊！这孩子从小被国民们认为精神有点问题，6岁时在国王婚礼上，他当着全球观众的面暴踢表姐。长大后考试12门学科，他有10门不及格。大学期间交女友如同换衣服。据说他还喜欢用2氧化碳喷射器到处喷人，王室只能3天2头去警察局捞人。事实上呢，他也根本算不上继承人，他妈是现任国王费里佩的大姐，所以他管国王叫舅舅。舅舅有2个女儿，大女儿莱昂诺尔才是第1顺位继承人。但这弗罗兰表示很不服气，觉得自己是男人，天生就应该继承王位，于是他就琢磨着想要篡位，自封海军上将，拉上狐朋狗友，搞了个什么弗罗兰主义党，每天敲锣打鼓，街上喊口号。这个混世小魔王之所以如此狂妄，很大可能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他们家就真的很少有正常人，其中最能作死的还得看这家伙的2姨，也就是现任国王菲利佩的2姐克里斯蒂娜公主。2公主早年很牛批，硕士毕业当过联合国亲善大使，代表西班牙参加过奥运会，跟人气超高的手球运动员乌丹加林喜结连理，曾一度被认为是西班牙美好爱情的代表。
但这乌丹加林娶了公主还不知足，居然挪用公款洗钱，怂恿妻子一同诓骗了国家500万英镑。他还跟岳父的情人纠缠不清，就是前面说的那位克琳娜。女人真是神奇，简直无孔不入。很快，二公主跟驸马的税务诈骗行为就被查了出来。公主享有王室豁免权，被判无罪，但从因此被剥夺王族身份。二驸马就没那么好运，他被指控逃税欺诈，要交罚金51.3万欧元，入狱6年零3个月。抓马的是二驸马，去的竟然是一间女子监狱，实在猜不懂西班牙是什么意思。现任国王费里佩是老国王唯一的儿子，他家这一脉也不怎么太平，因为他娶的王后黑历史实在太多了。王后赖蒂奇亚，西班牙第一位平民王后，她结婚前是当红艺人，去过黑帮横行的墨西哥，报道过美国大选，站在911的废墟上做过直播，还在炮火连天的伊拉克当过战地记者，一整个业务能力超牛的女强人。当年赖蒂奇亚跟王储菲利佩恋爱一事，一度被西班牙民众称为现实童话。谁知道没过多久，一个叫阿隆索的老男人就跑出来爆料，说赖蒂奇亚之前跟自己结过婚，而且还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上位的。这个阿隆索是赖蒂奇亚的高中老师，他声称赖蒂奇亚14岁时就与自己纠缠不清，当时他还是已婚，赖蒂奇亚也不在意，硬是等了他7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踹走他的原配，成功上位。然后这俩人结婚不到1年就闪离了。完事之后，这男老师还写了本很猥琐的书，叫什么矮个男，书里各种编排赖蒂奇亚，说人家磕过药堕过胎，私生活不检点等等，写得极其夸张。偏偏这时候又窜出个古巴艺术家，爆料莱蒂奇亚做过他的裸模，声称莱蒂奇亚的裸体画像曾在2004年的世界报上刊登过，还被墨西哥一家豪华酒店买去做了壁画。这下子真真假假的传言满天飞，西班牙民众很恼火，自家王室怎么尽出丑闻？就在大家以为王室会放弃奈蒂奇亚之时，王储菲利佩居然如愿跟他订婚了，还办了一场世界婚礼，政府花费2000多万欧，震惊全球。王后那些婚前丑闻也全被西班牙的危机公关小分队压了下来。为此，王室特地定制了一个600公斤的巨型保险箱，用来存放克里奇亚的隐私和离婚文件。婚后，克里奇亚也没辜负王室期待，他直接把王后当成工作，各项繁琐礼仪学得得心应手，外交、英语、滑雪等几十门课程也不在话下。出席公务时落落大方，竟然逆袭成了欧洲最美王后，成了时尚风向标。就连芭比娃娃都曾以她为原型出过限量版。只可惜王后一人的努力掩盖不住一家上下老中青3代的作死。对于君主立宪制国家来说，王国统一的基础就在于王室，王室提起国家就会有凝聚力。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如今的西班牙王室老国王陷入桃色门，小王子是个精神病，二公主贪污受贿，西班牙人民对王室的印象越来越差。愤怒的群众甚至一度要求废除君主制，还搞起了大规模游行。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西班牙波旁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不知还能存活多久。就在这时，天之骄女莱昂诺尔小公主出生了，她以一己之力迅速扭转西班牙王室的颓势。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这么快收拾好这一家的烂摊子？一个05年出生的小女孩居然能统帅3军。由于太过可爱，她凭一己之力挽救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古老王朝。西班牙长公主莱昂诺尔波旁王位的第1顺位继承人，任何小说女主在她面前都弱爆了。2005年，西班牙老国王胡安·卡洛斯桃色绯闻缠身，正忙着出国避难，西班牙人民群情激愤。就在这时，现任国王菲利佩的第1个女儿来到了人间，她一出生就迅速拯救了口碑崩坏的王室，俘获了4700万国民的心。小时候的拉奥努尔过分可爱，简直就是童话公主的化身。西班牙人民表示，我们不能再闹下去，再苦不能苦孩子。很快他就以 64.7% 的得票率入选为全球最受欢迎王室孩子。西班牙王室意识到小公主的作用，直接修改王位传男不传女的法律，将她列为王位第1顺位继承人。国王菲利佩更是高调宣布，无论我今后会不会有儿子，王位都只可能留给莱昂诺尔。小公主年纪轻轻就顶着8个头衔，什么克罗纳公主、克罗纳女亲王啊，斯图里亚斯女亲王等等。13岁时，她还获得了西班牙最高荣誉金羊毛骑士团勋章，这是何等尊贵的概念。从1430年该勋章设立之初到现在，仅有19人获此殊荣，要么就是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人，要么就是在战场奋力厮杀的英雄。
其中只有4名女性，分别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荷兰女王贝亚特里克斯，以及现在的西班牙长公主莱昂诺尔。为了表达自己对女儿的宠爱，国王更是直接通过西班牙铸币局，将莱昂诺尔的头像刻在硬币上，可见他的利处。此时的拉奥诺尔已相当于西班牙人民的国宝，英国《泰晤士报》更是将他评选为全球最值得期待的20人之一。只要他说喜欢，全世界都是他的助攻，名副其实的天之娇女。不过拉奥诺尔就真的没有烦恼吗？作为长公主，她一出生就肩负了拯救西班牙王室的责任。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多的是外人不知的辛酸。公主的母亲莱蒂奇亚王后是出了名的虎妈，从小对她极其严格。莱奥诺尔从幼儿园开始学习外语，8岁时已能熟练掌握西班牙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这4国语言，就连中文也学会了8、9成。除了繁琐的功课，还要学习琴棋书画。据纪录片爆料，莱奥诺尔每天必须在9点之前睡觉，从小到大没怎么吃过糖和冰淇淋，平时吃的都是油脂较少的食物，以及蔬菜水果。这是生日这个1年中最快乐的日子。莱昂诺尔也依旧受到严格监视，他可以邀请朋友们来聚会，但不能拍下任何照片。聚会结束后，王后还会检查朋友们的手，将有莱昂诺尔的照片全部删除。因此，小公主几乎没几个交心的朋友。公主自出生起就被父母带着出席各种公务，虽早已驾轻就熟，但总归是个小孩子。2015年，王室成员参加西班牙国庆，全程都必须站着。10岁的小公主实在有些累，就坐了一会。皇后立即严肃地谴责她，提醒她代表的是王室的面子，如若只是普通公务也就罢了，但如今的她人气暴涨，简直就是移动的顶流，去哪里都有无数人追捧。她必须时时刻刻保持王室礼仪。有次莱昂诺尔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突发急性肠胃炎，在服务区找厕所，结果媒体们疯了一样跟着他去厕所，顾客们更是将服务区围得水泄不通。莱昂诺尔本就很不舒服，完事之后还得笑眯眯地跟每个顾客合影，当个公主上厕所都不安稳，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在严苛的王室教育下长大的莱昂诺尔，如今出落的雍容典雅，早已公开发表多次演讲，现在正在英国威尔士的世界联合学院进修。就在今年的3月份，西班牙国防大臣正式宣布，莱昂诺尔公主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接受为期3年的军事训练，未来成为国家元首做准备。当她父亲正式退位或去世时，她将成为西班牙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西班牙将迎来首位女性3军总司令。莱昂诺尔年纪上小的时候，曾有人在活动中问她，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她的母亲赖利奇亚王后抢先回答，不是她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是她应该做什么。作为公主，莱昂诺尔是幸运的，她一降世就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荣耀地位。作为孩子，莱昂诺尔是不幸的，她不能拥有一个正常的自由童年，而是肩负着巨大使命，去挽回西班牙王室没落的体。随着时代的发展，王室平民化的趋势势不可挡，在莱昂诺尔公主营造起的热烈气象下，也依旧掺杂着废君共和的呼声。一个负面绯闻缠身的古老王朝，究竟能靠一个小女孩挽救颓势吗？小公主到底是西班牙的荣耀，还是王室的牺牲？各位老铁，你们怎么看？